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赶走我所有起床气的早餐，就是生煎包。今天我会采用半发酵或者是不完全发酵面团的方式来做这个生煎。这样做呢，皮子在松软的同时又可以保留弹性，有一点嚼劲儿，也可以非常好的保留住所有的汤汁，不会进到皮子里。这样相对于半汤面来说呢，也更容易消化。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今天我会自己在家里打肉馅儿，我选择的是后腿肉，先来给它去皮。另外很多包子都会用到皮冻，所以这些猪皮锯起来都是可以用来熬皮冻的。自己在家里打肉馅儿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一些筋膜或者是不太好的部分都可以去除掉。瘦肉可以稍微切大块一点，肥肉的部分呢就把它稍微切的细一点，因为家用的那种绞肉机的话呢，它比较难打碎肥肉。肉馅里加一些虾也可以非常好的提升馅料的鲜度。虾子去头去壳之后挑出虾线。来给肉馅打一些水，分次加入泡好的花椒水，这样肉馅吃起来也会是非常鲜嫩多汁的。加了油之后就简单的搅匀就可以了。皮冻的制作方法，我在之前的灌汤小笼包里有非常详细的分享，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哦。生煎的话，加入皮冻的量不会像灌汤小笼那么多，但是呢，也是添加一些，让它更加的多汁。把制作好的馅料放回冰箱，冷藏1个小时左右待用。接着来做第一部分的发面面团。水这个时候呢，可以先加1多半。这时候再加入剩下的水。揉面的方式呢，主要就是揉、搓、推、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就给它转动90度，继续重复这个操作，也是顺着一个方向去转动就可以了。现在面团还没有完全揉透，表面呢还是有一点粗糙的，没关系，盖上一个盆让它松弛10到15分钟左右。之后呢，我们再来揉，可以很快速、很高效的把它揉光滑了。揉的过程当中，温度也会升高，所以面团表面会有一点干燥。
手上沾一点水，继续呢就进行这个揉搓的动作，让它形成一定的面筋，不需要像做面包啊或者吐司那样，但是它也要形成厚膜，这样子的你的面团才会是光滑而且非常洁白又有筋性的，后面包包子的时候呢，那个皮子也不会断开。面团放入一个大碗里，接着盖上保鲜膜，或者是刚刚我们用到的那个盆，让它发酵到2倍左右大小。制作半酵面团或者是不完全发酵面团，我们还需要一团死面，所以面团快要发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团死面了，把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盖上盖子，让面团松弛大概20分钟左右。把已经排好气的发酵面团和那团死面融合到一起，把它揉匀，这样半发酵的面团就做好啦。面团搓成长条之后，就可以来下剂子了。我大概是分成15克左右的一个小剂子。接着就来擀皮，皮子尽量还是中间厚，四周薄一些。半酵或者是完全发酵面团，褶子是可以朝上的，因为褶子的地方也是非常松软的。那如果你是用半烫面的方法的话，褶子的地方就可以向下，让它用油煎一下，口感会更好。先用中小火来煎，煎至底部出现这种浅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水了，接着就调大火。等到听到锅底的声音都是有那种滋滋的油声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开盖子，撒入芝麻，再撒入香葱，就完成啦。它的底部是一种脆脆的，呈现非常漂亮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啦。生煎就做好啦，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就下期见吧，拜拜。